最新的 3I Atlas 影像终于发布了。这一次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拍摄，而是 NASA 旗下最先进的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与即将成为探索利器的 SPHERX 太空望远镜携手首次捕捉到这颗神秘星际来客的真实面貌。这颗从星辰彼岸而来的彗星正在我们眼前揭开它的神秘面纱。2025年7月，全球天文学界为之一振，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3I Atlas 的天体闯入了我们的太阳系。这是继奥莫莫和鲍里索夫之后，史上第3颗被确认造访太阳系的星际访客。它不仅体积庞大的令人啧舌，直径超出前两者，更是以惊人的秒速58公里高速穿梭，比此前记录的还要迅猛，成为有史以来速度之王的星际彗星。这次观测堪称一次梦幻联动， NASA 全新部署的 SPHERX 红外太空望远镜首次与哈勃望远镜和韦伯望远镜强联合，3台望远镜从不同波段对 3I Atlas 进行早期观测。他们的合作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画面，揭示了这颗彗星的结构轮廓、核心尺寸，甚至包括了它所释放出的化学成分，为我们拼凑出一个初步的星际画像。作为亿万年漂泊后意外来访的宇宙旅人， 3I Atlas 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路过，它的到来就像是宇宙写给我们的信。科学家们相信，它的成分和行为特征可以为我们揭示彗星最初是如何在遥远星系中诞生的，以及它们在漫长时光中保留了多少有关母星系的秘密。这对研究外星行星系统的起源与演化无疑是一把全新的钥匙。2025年7月初，这颗陌生天体首次出现在深空监测的画面中。起初它不过是背景星点中一个微弱的光斑，但仅仅几次轨道测算后，天文学家就纷纷警觉，这不是普通的彗星，它的路径、亮度和速度与我们已知的太阳系物体截然不同，显然是一个外来者。进一步的轨道分析给出了惊人的结果， 3I Atlas 的轨道偏心率高达 6.2， 远远超出了任何太阳系天体所拥有的椭圆轨道。这个数值意味着它不受太阳引力束缚，而是沿着一条开放的双曲线轨迹飞驰而来。毫无疑问，它来自太阳系之外，它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星际穿越者。这颗星际彗星的速度也让科学家们瞠目结舌，以每秒58公里的速度横贯太空，相当于1小时飞行20万公里，足以在1小时内抵达月球。这一速度刷新了星际物体的观测记录，也让我们更加确信，它不是从太阳系内部发射出去的，而是真真正正从宇宙深处奔袭而来。在最初的望远镜图像中， 3I Atlas 展现出一种朦胧却光亮的外形，周围环绕着一圈淡淡的发光气雾。这种光晕正是挥发，当彗星接近恒星时，内部的冰与气体被加热并升华，形成环绕核心的气体云。这一现象预示着，它虽然来自星际深处，但保留着典型彗星的活动特征。科学家们对影像进行了初步分析，推测其核心直径可能在10至30公里之间。这在彗星中算是个庞然大物了，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大小。如果这种天体真的撞向地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幸运的是，它只是路过，但其庞大的体积也为后续观测提供了更多机会。不过，这一估算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包裹核心的挥发过于明亮且密集，像一团迷雾遮蔽了真正的实体核心，望远镜在视觉上很难将其与周围不断喷发的尘埃和气体加以区分。因此，要获得更准确的核心大小，还需要更高分辨率的后续观测支持。终于，在2025年7月21日，哈勃太空望远镜成功对准 3I Atlas 并进行深入拍摄。哈勃的高分辨率图像如同揭开帷幕般，为我们呈现出比以往更清晰的彗星轮廓，尤其在明亮挥发中，对核心部分的观察变得更加精细，为接下来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图像依据。哈勃的图像分析揭示了一个意外的事实， 3I Atlas 的固体核心实际上远小于最初估计，直径可能还不到5公里。这一发现说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巨大亮斑主要来自挥发释放的气体与尘埃，而非核心本身的体积。这也再次凸显了精密观测在揭示天体真实面貌中的重要作用。更为奇特的是，尽管 3I Atlas 的挥发相当明亮而广阔，但它却没有出现典型的彗尾结构，
那种随着太阳风延展出数十万公里的明亮尾巴。这与我们熟悉的彗星截然不同。通常当彗星接近太阳，其彗尾会因光压和太阳风而拉伸成一道光带，而3 Atlas 的这一缺席现象成了一个令人好奇的谜团，提示它的物质成分可能有别于多数太阳系彗星。进入8月，科学界的兴奋并未降温。就在月初，2座关键的空间观测平台几乎同时对3 Atlas 进行了进一步扫描与分析。这些追加数据不仅填补了此前观测中的空白，更揭示了关于这颗星际访客的全新细节，让我们得以窥见它更完整的化学轮廓与物理状态。在8月7日至15日期间， NASA 的新一代红外空间望远镜 SPHERX 展开了一次为期1周多的密集观测行动。它专注于红外波段，这正是研究冷却气体、尘埃和分子释放行为的理想窗口。SPHERX 成功捕捉到了3 Atlas 核心周围那层肉眼无法分辨的热辐射，提供了关于彗星挥发物成分和结构的全新视角。在分析数据后，科学家们惊喜地发现 SPHERX 探测到了一个明显延展的红外亮斑，也就是彗星的红外挥发。这道光晕中清楚地显示出二氧化碳气体的强烈信号，伴随着大量微小尘埃粒子从核心持续溢出。这种现象表明3 Atlas 的活动主要由二氧化碳驱动，与多数以水冰为主的彗星形成鲜明对比，也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其他星系冰成分结构的新窗口。更加令人惊讶的是， SPHERX 并未检测到通常在彗星中几乎标配的2种成分：水蒸气和一氧化碳。在太阳系内的彗星中，这2种物质往往在彗星接近太阳时大量释放，构成挥发和彗尾的主要成分。但这一次它们几乎完全缺席。科学家因此推测3 Atlas 的挥发物组成可能异常，或者其水冰和一氧化碳已经沉埋于更深层，尚未升华出来。这种成分缺口反而成了破解它漫长旅程历史的线索。而接力登场的韦伯望远镜则在8月6日精准锁定了3 Atlas， 并进行了高灵敏度的红外观测。韦伯的观测结果不仅确认了 SPHERX 探测到的强烈二氧化碳排放信号，还在这一基础上解析出了更多微妙差异，比如挥发中成分分布的不均匀性，甚至探测到极其微弱的额外衡量物质，为理解彗星的活跃机制和内部结构增加了维度。在更深入的光谱分析中，韦伯太空望远镜给出了一个重要突破，尽管非常微弱，它还是检测到了水冰的存在迹象，以及少量的水蒸气和一氧化碳的衡量信号。这一发现极具意义，因为它提示3 Atlas 并非完全缺乏这些常见挥发物，而是它们可能被埋藏得更深、更牢，需要更高温度才能生化释放。这样一来，我们获得了一份比以往更完整的化学指纹图谱，帮助科学家进一步解码这位星际旅客的来历与演化阶段。这一次，3台顶级太空望远镜的协同工作就像是为3 Atlas 绘制了一幅细致入微的宇宙肖像。哈勃望远镜用其锐利的可见光视野，成功测量出彗星核心的精确尺寸。SPHERX 在红外波段揭示了二氧化碳喷发的能量与方向，勾勒出挥发的结构轮廓。而韦伯太空望远镜则像一位分子侦探，找到了水冰、水蒸气和一氧化碳的微弱痕迹。这一系列观测在短短几周内构建出一个罕见的3维化学与物理剖面图，让我们第一次如此立体地了解一颗真正的星际彗星。这一跨越波段、跨越空间的观测合作无疑成为了天文史上的经典案例。它不仅验证了多台望远镜联合观测的技术可行性，更展现了协同分析在面对稀有且快速移动的星际天体时的巨大优势。3 Atlas 这样高速掠过太阳系的天体，留给科学家的窗口期极为有限，而正是哈勃、SPHERX 和韦伯各自从不同角度切入，才得以在这短短数周内拼凑出完整图像。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科学组织能力和全球协作精神的集中体现。那么，为什么科学界会如此重视这颗来自星际的彗星？因为3 Atlas 不仅仅是一块天体碎片，它就像是外星系快递来的化学样本，为我们打开了窥视其他恒星系统深处演化过程的窗口。它不仅承载着亿万年宇宙风尘的旅程，也凝结着另一个世界的元素配方，
是宇宙深处的遗产载体。星际彗星可以被看作是遥远行星系统在形成与毁灭过程中所抛出的尘埃遗物，它们曾在其他恒星的引力场中环绕、聚集，或许还曾靠近那里的行星、气态巨星甚至冰层地带。如今，它们被抛射到宇宙深处，最终偶然闯入我们的太阳系，成为可以直接研究的外星样品。不同于那些漂浮在恒星之间的微尘与流星体，这种体积可观的星际彗星代表了某个完整天体系统的原始积木，可能是一颗被扰乱的冰冻小行星，或是一颗在圆形星盘中被甩出的边缘彗星。它们未被太阳系环境改变过，保留着其母星系统最初的物质结构，就像考古学家在地底深处挖出的一块未被风化的青铜器，蕴含着文明的源代码。每一次星际彗星的造访，都是一次宇宙亲笔写下的演化说明书。通过分析它的化学组成，我们可以比对不同恒星系统在形成初期的原材料配比，比如哪种气体丰富，哪种冰类更常见。这些信息就像拼图碎片，有助于我们构建起银河系不同角落中行星系统演化的全貌。回想2017年首次发现的星际访客奥莫莫，它的出现一度引发全球轰动。这颗天体外形狭长，像一根雪茄，体积极小，却没有常见的喙发或尾巴。它悄无声息地划过太阳系，没有明显的气体喷发行为，完全打破了人们对彗星或小行星的认知边界，以至于当时甚至有人大胆猜测，它可能是某种外星文明的探测器。正是因为奥莫莫的行为实在太过反常，不仅轨道奇特，加速度莫名，其亮度变化也无法用传统天体解释，才引发了科学界内外关于非自然起源的热烈讨论。一些天体物理学家甚至提出，它可能是一块太阳帆残骸，由某种智慧文明制造，后来失控的航行器碎片。虽然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但它也确实提醒了我们，星际天体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相比之下，2019年发现的第二位星际访客鲍里索夫就显得规矩得多。它的轨迹、外观以及活动方式都和太阳系内的典型彗星相似。它释放出大量的一氧化碳和尘埃，拥有明显的喙发与尾巴。这一点让天文学家首次确认，我们所熟悉的彗星化学结构并不是太阳系独有的特产，在其他恒星系统中也可能普遍存在。鲍里索夫的组成特征让科学家推测，它或许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的柯伊伯带，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太阳系外围布满冰冷小天体的环状区域。那里的天体尚未经历剧烈加热或扰动，保留着原始星云的成分。鲍里索夫或许是在一次行星引力的弹射中被抛入星际，从而踏上了数百万年甚至数亿年的孤独旅程，直到偶然进入我们的太阳系视野。而如今的Sun Atlas仿佛正好位于奥莫莫与鲍里索夫之间的灰色地带。它不像奥莫莫那样完全沉寂，也不如鲍里索夫那样活跃而典型。它的活动程度温和，成分构成不太寻常，展现出某种进化中的中间态。这种模糊性使它成为连接两个潜力、丰富我们分类体系的关键一环。对Sun Atlas的详细分析表明，它目前的彗星活动几乎完全依赖于二氧化碳的升华反应，而我们通常最常见的挥发物水蒸气与一氧化碳在它身上只留下了极其微弱的痕迹。这种异常成分比例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它可能经历了长时间的冰层耗散，仅剩下较稳定、升华温度较低的二氧化碳作为最后的燃料。这种化学特征让人不禁联想到太阳系中的哈特利2号彗星，那是一颗年岁已高的老彗星，它在绕日运行多次之后，表面水冰几乎耗尽，反倒是埋藏在更深处的二氧化碳主导了喷发活动。Sun Atlas与之类似的活动机制可能暗示，它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原始天体，而是一颗在星际间历经漫长演化的老彗星，已将大部分易挥发物质释放殆尽。从目前的观测来看， Sun Atlas 很可能属于进化中的星际彗星这一罕见类别。它既不像鲍里索夫那样新鲜，富含各类活跃气体，也不至于像奥莫莫那样几乎彻底失去活动能力。它像一位半退休的宇宙旅人，仍有余力释放些许讯号，
却已难以展现曾经的活力。这种中间状态对理解星际天体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科学家推测，San Atlas 可能起源于银河系的后盘区域，这是一个恒星密度较高、含尘较多的区域，天体在那里经常受到恒星辐射和星际尘埃的撞击。在数十亿年的漂泊过程中，它表层较脆弱的冰成分早已逐渐生化消失，留下的仅是稳定性更强、升华温度较低的二氧化碳和深层残存的水冰。这种物质结构映射出它所处的星际环境与演化路径，也说明它或许曾历经多次穿越恒星系的洗礼。尽管此次在San Atlas中探测到的水蒸气信号非常微弱，几乎达到了设备灵敏度的极限，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科学价值。哪怕只是微量的水分子痕迹，都说明它的内部仍可能保有一部分未被彻底耗尽的水冰层，这为理解其生命阶段提供了关键证据。科学家由此推断，这些水冰可能并非表层裸露，而是隐藏在汇合内部较深的位置，被覆盖在多层尘埃和其他冰壳之下。这就像冰箱中被布包裹的冰块，需要升高更多的温度才会解冻释放。因此，只有当San Atlas进一步靠近太阳，核心温度显著上升时，才可能出现更为活跃的水蒸气喷发现象。未来几个月，随着San Atlas逐步接近太阳，其表面和内部的温度将持续升高。科学家正密切监测，期待届时能够观察到水蒸气活跃喷发的增强，以验证深层水冰保留这一理论。如果真的如预测般出现大规模水蒸气释放，那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演化时间线线索。回顾近几年我们所观测到的3颗星际天体奥莫莫、鲍里索夫与San Atlas，它们几乎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进化序列，从极度干涸的奥莫莫到活跃新鲜的鲍里索夫，再到处于衰退中期仍有少量活跃成分的San Atlas。这一序列为我们勾勒出一条可能的星际彗星演化路径，极大拓展了我们对星际物质生命周期的认知。在这个推演框架中，奥莫莫像是一个已经走过生命巅峰、只剩骨架的远古遗骸，鲍里索夫则更像是刚从故乡启程、仍活力充沛的宇宙新星，而San Atlas恰似一位旅途中的年迈旅者，虽已风霜满面，但仍携带着古老的密码与残存的能量。这种3种状态的并列对照，为星际天体从诞生到枯竭的全周期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样本。正是通过这3颗星际彗星的化学构成、轨道特征与活动水平对比，天文学家才逐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星际彗星并非一成不变的冰封体，而是在星际旅行中不断老化、改造和重塑的动态系统。它们的演化轨迹就像宇宙的时间胶囊，记录着母星系统的起源，也见证着银河系中无数微观尺度的变迁与相遇。如今，关于San Atlas的故事还远未画上句号。这颗穿越星际的访客正处于它旅程中的关键时刻，它带来的谜题还在不断被揭示，而每一个新的观测窗口都有可能让我们对宇宙演化历史有更深的洞察。它的接近不是终点，而是新一阶段科学探索的序章。按照目前的轨道测算，San Atlas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太阳，并将在2025年10月底抵达其近日点。这是它本次旅程中与太阳距离最近的一刻，约为 1.36 个天文单位，相当于它将穿过火星轨道的内缘。这一位置虽然距离太阳仍不算特别近，但足以引发潜在的物质喷发或温度跃升，为观测其深层挥发物提供最佳时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San Atlas抵达近日点时，地球正好位于太阳的另一侧，从我们所在的视角将被强烈的阳光遮挡，无法直接以传统望远镜观测。这就像一场宇宙演出在帷幕后上演，而我们只能等待帷幕稍稍拉开，才能一窥其精彩片段。好消息是，虽然近日点当天的观测条件不理想，但在它抵达前后的几个月内，科学家仍有机会通过多个角度捕捉它的活动轨迹。特别是在太阳角度稍有偏移之后，许多空间望远镜和地基望远镜都将重新获得清晰视野，继续追踪它的化学变化和亮度波动。随着它逐渐接近太阳，表面温度持续升高，天文学家们将密切关注其表层和核心物质的反应，是否会有新的挥发物释放。
是否会出现更多尘埃爆发？这些变化就像彗星在回春时的脉动，每一个波动都能透露出它隐藏已久的成分与结构。若它核心更深处的水冰在高温刺激下开始升华，那我们可能会首次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水蒸气强信号，甚至出现一条淡淡的彗尾，那是一种彗星生命力苏醒的象征。到目前为止，这类现象尚未被记录，因此任何类似的活动都将成为重大突破，也为我们提供检验冰层分布假设的实地数据。相反，如果即便在近日点附近也依然只有二氧化碳主导其喷发过程，而缺乏强烈的水或一氧化碳信号，那这将进一步支持一个重要假设：3 Atlas 是一颗高度进化的星际彗星，它较易挥发的冰类成分早已在旅途中损耗殆尽，如今仅靠低温挥发物维持表面活动。这种干枯的火山口式的行为模式，恰好映射出它亿万年星际流浪留下的岁月痕迹。面对如此宝贵的星际机会，科学家们不仅寄希望于望远镜，还积极探索是否可以动用现有的深空探测器来一睹其风采。尽管目前尚无专为3 Atlas 设计的任务，但已有多个航天器正在太阳系内运行，有望在合适的时间点对其进行顺带观测。这如同用已有的摄像机拍下宇宙奇观，虽非完美，却也极具价值。尽管没有特别的飞行器能与3 Atlas 正面会面，但像火星轨道器、太阳探测器甚至部分小行星探测器都有可能在某个轨道交汇的节点上以远距离侧拍形式进行观测。这种机会性科学 Opportunity Science 常常充满不确定性，但正是在这些边角信息中，科学家往往能够提取出意想不到的珍贵数据。哪怕是模糊、低分辨率的航天器遥测数据，也足以补充地面与太空望远镜在某些时段无法获取的盲点信息。每一个数据点，不论精度高低，都有可能成为拼图中的关键一块，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3 Atlas 旅程档案。向未来望去，星际天体研究即将迎来一次飞跃，而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即将启用的维拉鲁宾天文台。这座集技术创新与深空观测能力于一体的地面天文设施，将以前所未有的视野与频率对整个夜空进行巡天，为发现更多星际来客打开闸门。鲁宾天文台最显著的优势是它那可覆盖整片南半球天空的广域快速扫描能力。预计在每10年的运行周期内，它将有能力探测到数十个类似3 Atlas 这样来自星际的访客，而这一频率将彻底改变我们过去对于星际彗星百年难遇的观测传统，转而进入一个可以常态化追踪、系统性研究的新时代。换句话说，3 Atlas 不再只是偶然造访的天外来客，而是即将成为一类全新研究对象的代表。我们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前，一个星际访客将被批量捕捉、规律分析、长期跟踪的科学新纪元。过去的惊鸿一瞥将被未来的精准追踪所取代，而这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观测数量的增长，它预示着我们与其他星系之间的联系正变得更加触手可及。每一颗星际彗星的来临都是一段星际历史的片段重现，它们不再只是遥远宇宙的背景，而将成为我们主动研究的对象，成为连接太阳系与银河系更大尺度演化的桥梁。从科学本质而言，每一颗星际彗星都是一位宇宙信使，它们携带着源于遥远恒星系统的物理与化学密码，横跨星海，抵达我们的前沿。它们无需动力推进，也不带任何人工标签，但却以最原始、最忠实的形态为我们呈现那些光年之外天体系统的亲笔书信。相比那些需要数十年才能抵达近邻恒星的航天器任务，星际彗星为我们带来了现成的外星样本。它们自然地将其他星系的化学成分、冰岩结构、尘埃粒子送至我们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让我们可以在不出太阳系的前提下获得关于遥远恒星系统的一手数据。正因如此，每一次星际彗星的出现都是一次科学拼图的重要补丁。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回溯太阳系自身的起源过程，还提供了与其他恒星系统之间对照组的可能。这种跨星系的比较研究是理解宇宙普遍规律与特殊演化的钥匙所在。回到3 Atlas 的旅程起点，它最初不过是夜空中一个微弱而不起眼的光点。然而短短数月间，
它已转变为一颗被多架顶级望远镜追踪研究、被全球科学家解码剖析的星际典范。它不仅在奥莫莫与鲍里索夫之间搭起了一座演化之桥，还以其独特的二氧化碳驱动机制揭开了其他恒星系统可能蕴藏的化学奥秘。毫无疑问，3I-Atlas 的出现是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它不仅刷新了我们对星际彗星的认知范围，也推动了科学界重新审视研究策略与工具。它让我们意识到，宇宙的访客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正悄然频繁地穿梭于星际与太阳系之间，等待我们去发现与聆听。未来的夜空中，类似3I-Atlas 这样的星际信使还会一个接一个地现身，它们每一个都像是来自银河深处的低语，低调却充满信息。请继续关注，因为下一个划破天际的微光，可能就是我们理解太阳系之外星辰世界的下一个突破口。